废品，确实是非常可惜，只能一个字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彪哥。昨天花了500块钱搞了2条火腿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不是特别大？一条腿有40来斤，2条腿是80斤的。不要问我为什么那么便宜，鲜火腿就是像这个样子。好的东西是千金难买，但是废的东西真的是一文不值。那么像这2条火腿，我花500块钱买回来，还可以给大家出个视频，是吧？但是如果在主人的手里边，真的就只能当垃圾处理。那么像这2条火腿，它是年前腌制的。一般像这样的新腿，我们宣威这边要到中秋节前后，这个火腿才会出香味。所以在中秋节之前，这样的新腿是，任何人都不舍得把它打开。但是这2条火腿为什么我跟大家说它是废品只能当垃圾处理？我们腌火腿的时候，除了闻这个火腿的香味，其实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敲一下这个火腿，大家可以听一下，非常大的一个空洞的声音。如果是好的火腿的话，它敲下去这个声音是比较实在，不会有这种空洞的声音。所以像这样的火腿，我们不用打针，基本上敲一下，听一下声音就知道是彻底的废品。如果需要闻一下的话，现在还稍微好一点，刚刚在发这种臭味。如果到天气比较热的时候，像我们宣威这几天天气还是比较凉。如果像夏天来临，也就是5、6月份来临的时候，像这种火腿打开以后是奇臭无比。那么下边我就还是按正常程序把这2条火腿给它烧洗干净，打开让大家看一下这样的火腿是什么样子。本来像这样的火腿，说实话，真的没有这个烧洗的价值，但是还是给大家走一下正常程序，看一下这样的火腿到底是什么样子。其实说实话，太可惜，像这2条火腿，生猪的话应该是不低于500斤。像腌制出这样的火腿，一般会有2种情况，一个就是盐放的太少，另外一个情况呢就是在宰杀生猪的时候，天气太热，肉被闷到，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况。刚刚破开这个三叉骨的时候，非常浓重的这个臭味就飘了出来，真的是比较难闻。看一下这个新腿的颜色还在比较粉，不像那种老腿通红的。而且像这个童子骨的头，虽然还是新腿，但是已经发黑了。还有像这些位置已经在开始变质。好了，下边把另外一条腿也给大家打开看一下。说实话，像这2条腿的话，如果腌制成功，品质是非常不错的。因为不管是肉质也好，还是油润，或者说我们这个火腿的个头、肉头这些都是比较优秀。所以要腌制出一条品质非常好的农家火腿，真的是太不容易。像这条也是一个样子，来大家看一下。如果单看肉质的话，确实没得说，但是看一下这个童子骨，也是开始发黑了。
好，下边我们还是把氧化层处理一下，一个呢是走一下正常程序，二一个也是为了给老婆练一下她的拍摄技术，是吧？像这样的火腿比较软，所以在削的时候，真的这种刀法就是非常非常迪拜。看一下这个年限不到的火腿，这个表面氧化层削开以后，它这个颜色它是闷的，这个颜色就比较闷啊，不像那种老腿一样鲜艳。实在太软，削不了。看一下这个边上的肉都还是跟新鲜的一样。试一下另外一条，一样的，两条火腿都是太软，削的时候你不削厚真的是削不了。哇，这种味道大家没有在现场，太臭了。我们直接切开断面让大家看一下吧。实在太臭，像这样的火腿，说实话，你就如果腌制成功的话，它肉质一样是绵软的，所以这个火腿的话，应该就是在宰杀的时候被太阳晒到，肉被闷到，所以才会这么臭。再把这个关节部位给它打开。切开断面的这一刻真的是奇臭无比，因为火腿太软，我们这个用切割机弄不了因为这个切割机只能切硬的东西，所以只能用菜刀把这个中间断面给大家切开看一下。好了，大家看一下，作怪的是一个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们打这个用骨针去验火腿的时候都要验血经那个地方？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根主动脉，这根就是血经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在作怪，所以整条火腿都变质。再看一下这个空洞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像一般我们好的火腿肉质是比较紧密，像这些火腿已经在起这些猪中眼，我们叫猪中眼，也就是肉质已经发泡，太臭了这条火腿。好，再把另外一条也切开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一条稍微要好一点。臭味没有刚刚那一条那么浓，但是是一股酸味，所以我们火腿坏的火腿一般就是酸酱臭。那么酱味呢，一般是老腿才会存在，像这种酸臭的火腿就是，新腿腌制以后到2、3月，也就是春夏交替的时候是最容易变质的。再把这个中间断面切开，让大家看一下这条怎么样。这条火腿也是在变质，只是没有刚刚那条臭啊。但是大家看一下那个空洞的声音，像这条的话，没有那条那么严重，这个肉质它没有发泡，也就没有那种猪中眼，但是它是分层了已经。看一下这个地方，像这种分层的，也就是我们从外边挑去那种空洞的声音的来源，所以。2条火腿都是废品，确实是非常可惜。好的，所以要腌制一条好的农家火腿确实非常不容易。如果盐味放得太重的话，不好吃；但如果盐味放得太轻的话，又容易像这样变质发臭。所以要一条农家火腿又不咸
又要香，而且不会变质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像今天这2条火腿没办法，只能一个字扔。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，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观众表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